注意看，这群人正抬着一口棺材去下葬。不料此时天空突然飞来一群乌鸦，开始朝着人群发动攻击，任凭众人如何驱赶都无济于事。此时女人这才恍然大悟，问棺材里的丈夫是不是还不想下葬。没想到女人问完以后，周围的乌鸦便都纷纷离开。为了遵循死者的意愿，众人又将尸体抬了回去。俗话说见官发财，大吉大利。此时双击留下一句顺风顺水，都能够心想事成，财源滚滚。原来死去的男人名叫富贵，不久前他身患重病，母亲赖夫人为了给儿子冲喜，于是就给富贵娶了个貌美如花的媳妇。怎料新婚当天，富贵就离奇死亡了，于是赖夫人便一口咬定是文慧克死了他的儿子。而可怜的文慧才刚嫁入赖家就成了寡妇。然而到了葬礼那天，富贵的尸身竟开始口吐鲜血，文慧便认定丈夫的死另有隐情，提议尸体先不要下葬，可人死不能入土，是为大不敬，况且尸体就这么一直放着，早晚会腐坏。而文慧表示，如若丈夫真的有冤屈，一定会保佑他的尸体不会腐败。见此，众人便也不再多说什么了。时间就这么一天天的过去了，没想到富贵的尸体果真没有腐坏的迹象。可此时富贵的表弟天才却有些着急了，原来那晚就是他偷偷溜进富贵的房间，趁着文慧不在时将富贵掐死。而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霸占赖家的财产。见尸体迟迟没有腐坏，天才急得拿来一瓶化骨水，准备将尸体毁坏。不料就在此时，一只乌鸦飞来，将他手里的瓶子撞翻。天才气得准备将乌鸦给宰了，没想到就在此时，富贵的尸体突然坐了起来，吓得天才大喊表哥诈尸了。经此一事，赖夫人觉得儿子这是想要入土为安，于是不顾儿媳文慧的反对，执意要将富贵下葬。于是便发生了故事开头的一幕。就这样，富贵又被抬了回来。此时文慧跪求妈祖娘娘保佑，希望能早日查清丈夫的死因。没想到妈祖竟真的听到了她的诉求，施法让富贵的魂魄给文慧托梦。在梦里，富贵说出了害死他的凶手正是天才。醒来后的文慧便去报官，衙门搜集到了证据，证明了天才谋害富贵的事实，最终将他绳之以法。而故事的最后，赖夫人和文慧祈求妈祖娘娘能救救冤死的富贵。妈祖将此事禀明玉帝后，玉帝念及富贵前世积德行善，于是特许他还魂复生。就这样，富贵和文慧从此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。